500年份的灵果树，难怪视力听力忽然变得这么好，就连头脑也格外清晰。事已至此，道歉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更何况我之前并不知情。倘若大小姐真要追究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过好眼前再说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我时间有限，必须尽快掌握剩下几门法术才行。这射箭术虽然只是1品法术，但若打在人身上，也了不得。时间紧迫，必须再加快速度。大小姐，居然已经达到了灵气外露的境界。尽管他的年纪已经错过最佳修炼期，却还能在半天内修炼到这种程度，难道他是个修炼奇才？怎么样，你修炼的如何了？多谢小姐成全，杭之已经掌握了4门法术。现在就说掌握为时尚早。你是在聚灵法阵中施法，一旦离开这里，到了灵气贫瘠的地方，就会很难施法，而且需要消耗很多灵气。记住我给你说的，你表面的身份依旧是朱府下人，主要职责是照顾那株受损灵树。不过我已经跟他们知会过了，你平日里不必去后花园，待在房中休息即可。杭之明白。行了，你先回房修炼吧，有需要的话我会叫你。啊，是。听说各大宗门中的灵气十分充沛，根本就不用为施法担心。紫云镇的修士家族跟那些宗门比起来，还是差了很多呀。罢了，就当是另一种机缘吧。好在我现在收获颇丰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吧。这里的灵气真是稀薄的可以啊！竟然用了这么久，才跟周围的灵气产生联系，连水球的体积都小了不少。控水诀！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再来！坚持住，这可是我拜入玄心宗最好的机会。我可以。累死了！不行，得赶紧用火化术恢复一下灵力才行。杭之弟弟，你在吗？杭之弟弟，你初来乍到，我们怕你不习惯，特地来看看你。两位姐姐真是人美心善。就你嘴甜。你呀，才刚刚学会修炼，不能强行施展控水诀的。小姐难道没告诉你，施法过度的话会引起法术反噬，伤到元气吗？这是我难得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搏一搏。朱道友，看来令千金的同门师兄并没有支持你们朱家城管紫云镇的意思吗？是许家阁老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听小姐说，魏因阁老之位空悬多日，会对紫云镇安危不利，因此必须在近期择出人选。估计许家阁老是来逼宫的。啊，小女交友广阔，同门师兄不过顺路来这里歇歇脚而已，都是小辈间的事情，
倒是让许阁老误会了呀。哼，说的倒是轻巧，谁知道你们背地里干了什么勾当？不愧是4大阁老之一，仅一个声波就能震慑凡人到如此境地。莫非他已修炼至3品巅峰？许老头，敢在本座府上张狂，你是想逼本座杀光你那府里府外的30个私生子，还是准备联合秦阁老同我朱家正式开战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二位都收收火气，我和徐老此行是为了找朱兄商量一下第4阁老人选的事情，为公不为私，可别让外人看了笑话不是？哼，好一个为公不为私！既为公事，两位叔叔为何这般无礼？秦叔的解释，恕父亲不能接受。身为玄心宗门下弟子，父亲如果连家族荣誉都能任人随意践踏，以后还有何颜面立足紫云镇？又还有何脸面见我同门？哎呀，父亲侄女果然资质不凡，刚过18芳华就有此等修为，实在是……说这么多废话作甚？哎，徐老，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既为公事，那就请二位进屋一谈吧。咱们大小姐真厉害，那气势好威风啊！哼，就是，我看啊，这第4阁老的位置，定是非大小姐莫属了。两位阁老来势汹汹，显然是想迅速确定人选，哪会这么轻易的让小姐夺走？你可有不甘？放心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虽然修为已经达到3品巅峰，但是对战经验和指挥调度方面，的确不如前任镇守吴之初。另外，为父其实也希望专心修炼。父亲说的是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昨天让一个下人进了聚灵法阵，可有此事啊？好了，我们也赶紧去忙吧，都别在这杵着了。可惜大小姐这次和第4阁老的位置失之交臂，白白让那前任镇守吴之初占了去。明日这消息估计就会传遍整个紫云镇了。好了，绿娥，咱们得赶快回去了。无论第4阁老的位置由谁坐，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抓紧时间修炼才是。哼，而且就今天形势看，朱家也不怎么安全。若秦徐两家联手，朱家必然陷入动荡之中，到时候这里所有人都会遭殃。眼下只有加紧时间提升自我，尽快成长起来，才有能力保护大家，保护师姐。唉，明明一个时辰前才滋养过，这会儿就流失的七七八八，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嘛！唉，这灵气散得这么快，要是能把这口堵上就好了。等等，灵气一散，活化术的原理是形成灵气漩涡，
将四周的灵气汇聚到一个点上，这不正好能把一散的灵气重聚起来吗？嘿，还真有用！照这速度，只要维持一段时间，应该就能将它治好。不对，这样虽然行得通，但活化术一旦中断，灵气就会继续流失，不是长久之计啊！有了这2块下品灵石，应当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，姑且赌一把吧。不知为何，每当法力耗尽的时候，体内总会出现一股莫名暖流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的灵气恢复速度。这种感觉真好。黄之弟弟，黄之弟弟，黄之弟弟，怎么了？我进来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是法力竭尽虚脱了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好甜啊！啊，绿娥姐姐，从芳姐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哼，都告诫过你了，修炼是循序渐进的事情，千万不要乱来。你偏不听，这下好了，你一口气把绿娥存了半年的灵泉都用光了。啊，绿娥姐姐，谢谢你。你没事就好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任性胡来了。刚才差点吓死我了。唉，既然他已经没事了，我们还是先走吧，不然小姐吩咐的事情做不完就惨了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自个儿好好休息，切记一定要量力而行。嗯。没想到消耗过度的后遗症是这么严重，要不是绿娥姐姐及时出现，唉，不行，以后不能再那样不计后果的施展法术了，万一真出点事情，又得让大家担心了。也不知道大牛最近怎么样。哎，大牛！杭之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嘿，怎么会？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灵酒、灵果、灵骨、灵泉，每样都不能少。哎，那不是镇守大人府内的管家冯如吗？说起来，紫云镇的镇守大人，权力仅次于4大阁老，虽不出众，但威慑力还是很足的。就是平时抠门的些，根本不舍得从外采购灵果、灵泉。今天怎么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大牛，跟我来。你这样啊，再见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哎呀，怎么整个方氏的灵果都卖光了？这下糟了！镇守大人决定今晚拜访新任魏营阁老，没有灵果可怎么行啊？卖灵果喽，又香又大的灵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！你这个灵果怎么卖啊？只要您30灵币一盒。什么？30灵币一盒？你咋不去抢呢？哎，嘘！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朱府宴客，把坊市上的灵果高价买走了很多，这可是我家主人拿出来的存货。哦，哎，我可听说有不少修士打算今天往魏营阁老家送礼啊，所以啊，坊市上的灵果现在一个都不剩了。我这儿啊是最后一批，
您再不买，明天说不定价格就得翻倍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这些灵果我全包了。哎，明明是我先。你哎，30灵币一盒是吧？这里有1块下品灵石和70块灵币，都给你了。还好我机敏果断，不然今晚的礼物肯定备不齐了。恒之，你好厉害啊！那人真的毫不犹豫的就买走了所有灵果。嘿，送礼嘛，讲究的是实惠又有面儿。0酒灵茶太贵，灵泉又索然无味，这灵果就不同了，既能赏心悦目，又甘甜入味，关键是价格实惠。大牛，立即去联系那几个主家，花光灵币，用便宜的价格从他们手中收购灵果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垄断这里所有的灵果。垄断那是什么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快去快去，听我的没错。哦，那我这就去。卖灵果嘞！1盒灵果40灵币，2盒起售。卖灵果嘞！又大又甜的灵果。灵果。嘿，今天总共收获了1300灵币，不错不错。除了成本价外，刚才还多给了大牛100灵币。想必就算其他主家修士发现我们倒卖灵果赚取差价，也不会为难于他，说不定还会给予奖励。至于手中剩下的几百灵币，足够换些下品灵石了，拿去干点什么好呢？恒之弟弟，你让我好找啊！小姐传你去见她呢。小姐要见我？今天的事我听说了，就连姚三先生也对你赞不绝口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反而认为你做得很好。看来姚三一直在暗中观察我竟丝毫没有察觉，以后得小心行事了。我看你这么有经商天赋，就想着让你来试着掌管一下我这边的内院事务。啊？我们朱府的资源一共分为3块，其中最大的一块掌握在老爷手里，通常由主母主持；剩下的2块则分别归属大小姐和二少爷。而小姐手中的资源共有5亩灵果稻田、27株灵果树和5口中型灵井，下人则包含了丫鬟27人、嬷嬷5名、门客3人，再加上你陆航之。在紫云镇上，只要有1棵灵果树，就足以支撑一个修士的修行之路，助他成就2品修士。然而，在身为朱府千金，却能独享27株，当真财大气粗。另外，我们朱府自产的灵虎、灵果和灵泉均为上上之选，不同于市井货色。平日里，除了一些必要用途外，大部分都会留存下来，用以兑换下品灵石。至于这些下品灵石的主要用途，是辅助小姐修行，其次再是门客每月例行的开支。小姐是希望我代掌这些资源，设法用它们换取更多的下品灵石。不错。不过，你目前只是暂代而已，因为内院的资源十分重要，你又是第一次执掌管理之事，恐力有未逮。姑且先试行1个月，倘若在1个月内你能让收益超过上个月份额的1成，就能继续持掌下去。反之，如果出了任何岔子，小姐将随时收回你的权利，
你则继续做回你的小厮。承蒙小姐看得起杭之，杭之必当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。上个月上缴给小姐的资源，一共是500块下品灵石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在1个月后手影能超过550块下品灵石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啊，500块下品灵石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多财物，有些惊讶。没事，只要你干得好，慢慢就习惯。啊，小姐，若没有别的吩咐，姚三就先行告退了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杭之，你留下，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啊！姚三是爹的人，他跟镇上许多修氏家族关系都不错，是个玲珑八面的能人。啊，姚先生在我们这些下人面前也十分平易近人。是吗？以前我院子里的一应杂事都是交由他代办，他办得面面俱到，很是不错呢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啊，夺人财路这种事可是个苦差事。不过小姐如此信任于我，我也定会尽己所能，将这院子里的事打理妥当。这个管家令牌给你，今后和其他家族打交道的时候用得上。对了，你刚才听到姚三说500块下品灵石的时候，表情有些奇怪。小姐英明。根据这些天我在方氏摆摊所得的数据和经验看，这姚三提供的资源配比很有问题。照常理，就大小姐院内的收益，每个月至少能兑换出580块下品灵石，可姚三报上来的却只有500块下品灵石。罢了，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还是不要说破。年纪轻轻，心思倒挺深沉，不妨小小期待一下吧。哎，昨天的事听说了吗？我看咱们绿娥啊，过不了多久就要成为管家夫人了。你个小妮子，就要胡说！在外人看来，管家确实是个美差，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得到这个职位，就算是把前任管家彻底得罪了，一个不小心，还会有失去小姐信任的风险。想必大家已经知道，今后的1个月内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，你们可能要在我手底下干活，所以往后发生在院内的任何事情，我希望你们能第一时间一五一十地向我汇报，之后再由我将这些事情禀明小姐。此外，我刚才冒死用几百灵币从小姐手中买到了点小礼物送给大家。居然还有礼物！希望各位姐姐、嬷嬷能够喜欢。产自朱府的优秀灵果，送给各位。接下来，我有一项重要决策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。以后，你们想吃灵果很容易，多劳多得即可。我会根据你们每天的工作量派发相应数量的灵果，而且都是我们朱府自产的优秀灵果。哦，真的吗？只要我们努力干活，就能获得灵果？咱们朱府的灵果可比市面上的金贵许多呢。当然，不过想吃灵果就要多劳动，但如果活做的还没之前好，轻则扣除俸禄，重则驱逐或交由小姐处置。你们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很简单，每天完成对灵果树施展2次控水诀就算合格。
平均4个时辰一次。若多施展一次，即可领取1枚灵果。灵谷稻田那边也是一样，每4个时辰一次，每天2次即合格。多施展1次，则多获得1枚灵果。不过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，那就是每次施展控水诀的时候不能偷懒，施术质量要有保证。为了监督和记录大家的完成情况，做好分配工作，我会特别指派一个监督员和记录员。绿娥从方，你2人可愿担此重任？谨遵陆管家吩咐。是啊，倘若我等真超额完成工作，那得消耗不少灵果呢。小姐能同意吗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你们放心吧，至少在这1个月内，小姐许我院子里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当然，如果你们配合，以后这项奖励制度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可如果你们不配合，1个月后我拍屁股走人，你们以前怎样，以后还怎样，不会有影响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陆总管，我们打算以后每天多施展2次不语术，到时候真能领到灵果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必须有他们在场监督，而且不语术的强度也不能比先前逊色。只要他们觉得没问题，就会记录在册，再来找我支取相应灵果。好了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我对你们只有1个要求，好好完成工作任务，最好能主动积极一些。你们超额完成，对大家都好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晚就会有1批灵果熟透，该怎么做就看各位的选择了。都去忙吧。2位姐姐，我刚才表现的还不错吧？今后就要劳烦2位姐姐多照顾了。哪能呢？你现在都是管家了，在我2人之上，应该是你照顾我俩才是。那可不敢，我能有今天，还是托2位姐姐的福呢。行啦，就你嘴甜，放心吧，你既然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协助你的。那就多谢2位姐姐了。